日方所作所为再次暴露日本国内一些人惯于颠倒黑白、歪曲真相、有错不改、明知故犯，还妄图在国际上装无辜、骗同情。日本右翼势力是炮制伪叙事的惯犯，他们把对亚洲邻国的侵略战争描绘成亚洲解放，把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轻描淡写成南京事件，把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美化为从事卫生研究的单位，把强征劳工和慰安妇歪曲为自愿而为。战后，日本打造战争受害者叙事，却避而不谈军国主义是导致战祸的源头，坚称所谓专守防卫、被动防御，却不断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，多次放宽武器出口限制，甚至图谋修改无核3原则。高市早苗首相的涉台错误言论，不仅引起中国人民强烈公愤，日本国内和不少国家也发出了反对和批评的声音。日方应该做的是认真倾听和深刻反省，而不是在国际上四处狡辩游说、自讨没趣。我们敦促日本一些人停止操弄虚假叙事，正视历史，反思纠错，收回谬论，践行承诺，给中国和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。中国外交部同各国驻华使馆保持着正常的工作联系。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，是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。我们注意到近期不少地区国家再次强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，反对台独，支持中国统一大业，警惕和抵制军国主义附萌。日方应该认真倾听，切实悔过改错，而不是混淆视听、挑拨是非。中方一贯反对违反国际法、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，各方应该为劝和促谈、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营造积极氛围，创造有利条件，而不是相反。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，我们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，希望各方通过对话谈判，尽早达成一份公平、持久、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。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，坚持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，同各国发展关系、开展合作。同时，我们坚定维护自身的主权、安全和发展利益。具体情况，请你向中方的主管部门进行了解。我们要强调的是，中国与泰国、柬埔寨以往都开展了正常的防务合作，不针对任何第三方，更与柬泰边境的冲突无关。